对吧？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，他是秘鲁的一个足球队，两个人在比赛，比赛了以后，刚刚讲到，走着，突然有一批人干嘛？全部就倒下。对，为什么倒下？全部被雷击中了。我们倒讲，现在的气候变迁已经快速到让人类有一点无所适从了。可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些都是等于说是最身强力壮的一批人，居然一个闪电全部倒下了。对，这个画面是在哪边呢？这是在秘鲁的球卡那个地方呢，是一个纬度这个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比赛到一半，为什么大家人要往场边走？因为在天上他们已经看到了有这些打雷闪电了。所以呢，之前呢，我们大概来讲，之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所以裁判就告诉大家说，我们现在暂停比赛，然后结束。所以一群人就要慢慢的走向场边。就场边的时候呢，突然砰的一声，有一个球员。梅萨，因为他手上戴了一个金属环的一个戒指，结果呢，竟然就导电，然后就击中了他。只戴一个金属环。对，然后呢，击中他之后呢，他当场就倒了下来。可是你看这个画面，为什么其他另外6个球员？那6个球员其实距离蛮远的哦，因为他们分别是2支球队要分别走回自己的一个休息室。结果呢，倒下来之后呢，你看像是一条线一样，原来打雷闪电它会有个传导的一个效应，所以呢，你看起来这一条线都倒，对，一条线全部都倒。然后呢，首当其冲的梅萨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，他最后就死掉了。你说戴那个金属手环的。他就死掉了，他当场就往生了。然后其他的队员呢，经过休息之后，有5个人送医把他救回来。可是这个画面呢，并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在2014年的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队员，那另外一个足球队员呢，他年纪更轻，他才21岁而已。可是这个画面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很可怕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为天上已经有雷雨了，这画面是没有下雨的情况，比赛正在进行哦，然后大家突然间砰的一声，他就倒地了，倒地也是被雷击打到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想说。现在来讲，在那种海拔比较高的地方，一阵烟，他就倒在地上了。对，然后他就倒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，秘鲁现在当局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如果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有发现有雷雨的情况，要赶快停啊，因为雷击打下来的话，很可能就直接打到人。打到人之后呢，其实你大概生命就是消失了。不是，我刚刚很可怕的是，我刚刚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还吓一跳，我说，这个到底真的还假的？对，我还不敢相信。后来国际媒体都报道了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太可怕了。原来打下来之后呢，会这么精准，所以呢，你现在来讲的话，很多的足球员上场之前，他检查你的衣物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它会导电。如果没戴那个金属手环，他可能就避过这一劫了。而且避过这一劫的话，其他的这些足球队员也可以闪过这个厄运。好，你刚才讲的，现在之前不是讲吗？印尼常常有火山，对，那大家讲的也习以为常，这几年反正火灾，可是没有想到最近这个印尼的火山一喷发了以后。把整个村镇都给灭了，对，就是灭了以后造成10个人死亡。印尼的这东部的一个火山啊，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，因为它距离村庄蛮近的，所以呢，大家讲说它会不会火山爆发？果然，它在深夜的时候就爆发了。然后那边的村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说他第一时间听到轰隆隆的时候呢，他以为自己在干嘛？自己做噩梦。结果呢，在接下来他感觉到有人在拍打他，他以为到底是做什么噩梦？一醒来，整个村庄都着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火山爆发。火山爆发，除了你远远看到那个浓烟喷出来之后呢，他们说出去看之后啊，木质房屋起火。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事情，天空下雨了。他们以为是下冰雹还是下雨什么东西？结果仔细一摸，都是火山灰，而且呢，那个火山灰不是我们以为的的棉絮，像这样子，一块一块的石头。对，所以呢，它整个喷发过来的话，你看哦，他们都是木质的房屋，然后先被砸烂了之后啊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火灾就蔓延出来。他们说这个整个村庄至少10个人死亡，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地方是整个就被火山灰给埋住了，现在还要继续挖掘他们。所以现在在极端气候，火山灰多到把整个地方、把整个村庄给埋住了。对，埋住之后呢，现在救难人员他变成说一个房子他要去挖，因为他不知道埋得多深，因为这发生在晚上，所以只要看到房子里面一定有人，因为大家都回家来睡觉了。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，你看这个画面是非常可怕的，只有10个人，目前来讲数字是10个人，可是一个挖掘之后呢，你后面的数字可能会继续的变更多人死亡。而且刚才讲为什么这个木造房子会起火，因为它有个形容，刚才讲这个火山喷发的时候，它竟然天降火球。对，因为火山爆发，然后整个炸出来之后，除了有火山灰的石块之外呢，还有天降火球，所以这画面看起来就觉得很可怕。说天
天哪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可是呢，你就是没地方可以逃，所以距离这种情况之下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所以火现在变得很可怕。好，我们在过去来讲的话，很少在这个时候来讨论野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野火都是在夏季啊，你必须天干物燥，对，天干物燥的时候。可是现在的康州跟麻州有多处都发生了一个野火，那大家就想说奇怪，你现在来说的话，你都已经到冬天了，你的温度那么高那么低，你怎么会野火？没有，因为极端气候，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包括康州跟麻州，他们夜间的温度大概到20度以上，20度以上加上有通风，然后呢再加上干燥，就有野火生成的一个原因。可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？因为现在来讲的话，天气都越来越热，以前他们的平均温度大概都是11度、10度左右，所以呢，你在冬天你很少看到野火发生。可是现在来讲的话，因为温度变高了，那温度为什么变高？因为在墨西哥湾那地方，这个海风吹上来之后呢，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，所以现在来说，连冬天都会出现野火。不是，我们这边不是讲嘛，西班牙的国王到了瓦雷西亚去视察，就被丢泥巴，因为当地人太火大了，火大什么？因为那个灾情太严重。导播，我们看刚才讲的1个小时里面把1年的雨下光了。那之前它本来是旱灾，旱灾了以后来的下雨，本来以为久旱逢甘霖，就没有想到一来把这个雨下这么大。刚刚讲它的场面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想说这个水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恐怖的是，这个等于说这个噩梦被打开了，这个戒指被打开了以后。它接下来又有豪大雨了，是又有豪大雨，而且其实事实上，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主要人家认为最重要问题是哪里？就是政府救灾不力啊。事实上，在29日的时候，明明他们的气象局就已经说已经预告红色警戒。结果我们地方政府竟然说应该还好，没有事先去告知居民，也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些车子是都还在开在路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根本不以为说这一场大雨会造成灾害，所以还你要去上班，你要去干嘛？完全没有去回避。所以你看，整件事情造成到目前刚刚的都是在街道上面，全部在街道上，而且他们现在很可怕的是你看隧道你看那个街道，你看停车场、地下停车场，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去清理这些灾区的时候，一幕幕真的是让人家为之鼻酸的。就是打开车门之后，你看这一辆车里面一定都有人，对，所以你现在面临的是这些人。你看这个画面，就是这个孩子儿子终于找到他爸爸了。他找他爸爸的车找了非常久，结果一看到他爸爸的车，他抱出来之后，他就抱着他爸爸的这个遗体嚎啕大哭，就说不要，请不要，完全没有办法接受。对他来讲，他爸爸不过就是开车出门，怎么会到现在变成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遗体？所以人家就开始是整把火，大家越来越愤怒。就说怎么才一会时间，1小时的时间就造成这样灾难性的，然后呢，很多的画面就出来。你看，包括当天的情况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挂在墙上的人，挂在墙上的人怎么样？就是他在看到他们的下面，竟然就有车子被那个河水那个冲在这边。你现在看到那个开着灯的，他不是在行政，他在路上行走，他是力量行走，然后整个水已经多到把他们整个漂浮起来，飘在路上。结果真的很危险，然后有人看到没有看到？有人就开始拿毯子干嘛？救人。对，就是那个司机，他有没有在那边在那个下面？没有，他拿到毯子都爬上去，所以这个人是成功救活的。但是其他人呢？那么一辆车子，现在车子里面的那些人呢？你看有多少车子里面有多少人？真的没有办法想象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造成了217人死亡，然后这也是真的是当地造成非常大的灾难。所以他们现在都非常愤怒，这股怒火就来到了谁？就是当地的父母官身上。因为在2023年，这个地区其实有经历过地方选举，而地方选举之后，他们执政权就改变了，变成是由右派这边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。结果他就是否认所有的什么气象异常啊，一块都 gay 啦什么的，对他，所以他对这一次的气象局的一个红色警戒灾难没有任何采取措施。之前我们不是看过郑州的水灾吗？郑州水灾最严重就是那个车行地下道，就看到画面。这比郑州的水灾还来得更恐怖，是因为他们现在看到，包括你这个停车场、地下道这些，他说这个7公尺高的这个隧道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至少就30到40辆车，然后两边也全部都是车子的一个山梁那边
挤在那边，所以他们就想到说，这个当地的一个情况，真的让人家觉得没有办法理解哦，到底这个灾难怎么可能会发生在瓦伦西亚？还有一些景象是什么？就是那些搜救人员，你看他必须要这个其实看了也很难过，就是他是停车场所以这些车子全部都没有出来。如果是空车没有人就算，如果里面有人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一辆一辆去破窗去看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包括地铁站也同样都是就是满目疮痍。就他们现在都讲到对比前跟对比后，什么叫对比前跟对比后？就是10月8号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瓦伦西亚它的那个照片，那个照片上面呢，就是几乎还是你看就是绿油油的一片。从地图上来看的话，结果在10月30号，几乎有整个右半边全部都是陷在河里面，所以也难怪你现在看到这个景象，就是在这次山洪爆发之后留在当地的一个景象。好，玉凤，刚才讲我们现在有天灾，现在当然有人祸，而且这个人祸还是俄乌战争并没有结束。俄乌战争没有结束，北韩现在不是派兵去了吗？对，就北韩士兵现在跟俄罗斯有一个冲突，我想都没有想到，是因为北韩士兵带着狗肉罐头去，俄罗斯不知道，俄罗斯就把这个狗肉罐头吃下去，对，就气炸了。现在来讲，暴风军团到了这个前线之后呢，大家一开始担心说，你们的战术战略没有联合军演过，会不会有一些汉格？可是没有想到，他们现在出现问题的是他们的军粮。这是一个俄罗斯的士兵，俄罗斯的士兵非常的火大，拍了这个影片，他告诉大家说，北韩的士兵呢给了他们的一个罐头，然后说非常的好吃。他看一看就是肉嘛，因为他招牌上他外面的 logo 就是肉啊，然后肉啊他就吃了，吃完他觉得怪怪的，然后怪怪的他到处去问，终于问到了一个会稍微讲英文的，就说 It's dog， 原来是吃狗肉。他说我们的家乡是不吃狗肉的，可是呢，对北韩的士兵来讲，这个是军用的罐头，而且是好东西耶，是我们北韩的军用罐头用狗肉，对，是他们的这个军队特别制作的。然后呢，而且他在上面写的是黄狗肉。所以它是有标的等级的，一黑二黄三花四白，它是好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些阿兵哥带去之后呢，因为讲黑狗是香的，黄狗是嫩的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示好，然后呢说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北韩的士兵来讲是非常珍贵的。但是呢，我先送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俄罗斯的士兵，我们以后要变成血盟，所以呢，先送给他吃。结果吃完之后呢，非常的火大。他说我们怎么可能叫我也火大啊？我们不会吃这个东西的。可是呢，其他的阿兵哥跟他讲说，他后面有写出来，上面就清楚写的。是黄狗肉，可是他们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俄罗斯来讲他们就不吃，所以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联合作战，光是吃罐头，光是这个东西就已经发生汉格了。好，那另外不一样呢，北韩不是除了带这个所谓的狗罐头去以外，他们也带了一些迫击炮，也带了一些迫击炮的炮弹，就俄罗斯也受不了。他们我们看到现在北韩带的迫击炮弹，第一个迫击炮弹跟迫击炮的这个枪膛。全部都生锈了。对，现在来讲，除了狗肉的罐头之外呢，糖炸，这个就发现糖炸。为什么？因为北韩其实已经非常多年没有实战，所以呢，他今天拿出来的这个东西，除了黄狗肉的罐头是好东西之外呢，它的这个弹药已经生锈了。所以生锈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它装填之后，你会出现问题的。果然一装填一打出去呢，就糖炸了，就炸了，就爆了。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你要先把这些东西给清除掉，把它的生锈的东西给清除掉，不然你进去这个弹管的话，你根本是无法发射的啊。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，大家讲说，那你根本带这些东西来讲，你带这些东西来干嘛？因为这都是二战时候的一个东西，而且都没有做一个妥善的保存，也没有好好的准备，你就带上战场。清枪不是最基本动作吗？对啊，可是他们就想说，你是不是因为你不是真心要来帮打仗的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弄的这些东西来说的话，都是没有办法实质帮助到他们的。第一天不是发生说有40个。这个北韩的士兵暴风部队，砰，全部被炮弹给打死。现在来讲，外媒算一算说不对啊，那时候应该还没跟乌克兰交火、啊，你还没到前线呢、你都还没有到前线，你怎么会炸呢？就一算一算，竟然是俄罗斯的士兵发动了炮击，被俄罗斯炸的。对他们就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来讲的话，他们就把它当成炮灰，让他们做第一波要诱敌。可是呢，在交战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照理说你前面有自己的士兵，你是不会发动炮击，为什么？你会误伤自己人啊。可是俄罗斯没把北韩当成自己人，所以呢，冲过去之后呢，就发动炮击，打死了北韩士兵。